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带领大家踏上一段充满诗意与哲思的文学旅程，去探索日本文学巨匠川端康成的经典之作《雪国》。这部作品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以其深邃的情感和独特的美学，影响了无数读者。川端康成，这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描绘了一个充满哀愁与美的世界。《雪国》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孤独与自我发现的故事。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场心灵的对话，一次对人性深刻的探索。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压力所困扰，忘记人内心深处那份对美的追求和对自我认知的渴望。《雪国》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要忘记精神上的富足。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曾停下脚步，思考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否曾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孤独和渴望？雪国将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哲思的世界，让你在阅读中找到答案。1. 孤独与自我发现，心灵的孤独之旅。雪国的主人公岛村是一位来自东京的舞蹈艺术研究者，他3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艺妓菊子以及另一位神秘女子叶子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情感纠葛。小说通过岛村的视角，展现了人物内心的孤独与对自我认知的探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爱与归属感、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然而，在追求这些需求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感到孤独和迷茫。岛村的孤独，正是源于他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对精神满足的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和内心对话，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孤独并不可怕，它是我们与自我对话的契机。通过孤独，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找到内心真正的渴望。菊子撞击墙壁的空虚回声，岛村听起来有如雪花飘落在自己的心田里。川端康成《雪国》这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岛村内心的孤独与空虚，也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美的细腻感知。通过阅读《雪国》，我们可以学会在孤独中寻找美，在迷茫中找到方向。爱与牺牲，无私的爱与自我牺牲。在《雪国》中，菊子对岛村的爱是无私而纯粹的。她不仅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照顾岛村，更在精神上给予他极大的支持。然而，岛村对菊子的感情却充满了矛盾和犹豫。这种不对等的爱，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和爱的无私本质。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真正的爱是无私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菊子的爱，这是这种无私的爱的体现。他不求回报，只希望岛村能够幸福。这种爱虽然充满了牺牲和痛苦，但也展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菊子的无私精神，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无私的爱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也能让我们在付出中找到内心的满足和幸福。菊子对岛村的爱是那么深沉，那么无私，他仿佛是为了爱而活着，为了爱而呼吸。川端康成《雪国》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菊子对岛村的爱，也让我们感受到爱的无私和伟大。通过阅读《雪国》，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去爱，如何在爱中找到自我。3. 美与哀愁，瞬间的美丽与永恒的哀愁。《雪国》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展现了日本文学中常见的物哀精神。小说中充满了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描绘，以及对人生无常的深刻感悟。川端康成通过细腻的笔触，将瞬间的美丽与永恒的哀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心理学中的美极好效应，人们往往认为美丽的事物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然而，美丽往往是短暂的，是一时的。这种对美的追求和对无常的感悟，正是物哀精神的体现。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学会欣赏瞬间的美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生命的无常，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通过对美的欣赏和对无常的感悟，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岛村仰望着银河，仿佛看到了人世间的一切哀愁。川端康成《雪国》这段话将岛村的内心世界与自然美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物哀精神的深邃。通过阅读《雪国》，我们可以学会欣赏美，感悟无常，找到内心的宁静。4. 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雪国》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文化反思之作。小说中展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美丽与魅力，同时也揭示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川端康成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文化对人类行为和思维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许多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川端康成通过《雪国》
探讨了这种文化冲突和融合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学会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理解和接受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文化保护和创新中来。通过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我们可以更好地融入多元化的社会，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岛村站在雪国的土地上，仿佛看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美丽与哀愁。川端康成雪国，这段话揭示了岛村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刻感悟，也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重要性。通过阅读雪国，我们可以学会欣赏和传承传统文化，找到自己的文化根脉。5. 自我认知与成长，心灵的觉醒与成长。雪国的主人公岛村，在经历了与橘子和叶子的情感纠葛后，逐渐实现了自我认知和心灵成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孤独和渴望，也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小说通过岛村的成长历程，展现了人类心灵的觉醒和成长。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指出，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经历各种挑战和考验，通过反思和内省，最终实现心灵的觉醒和成长。岛村的成长正是这种自我认知和成长的体现。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和内心对话，来促进自我认知和成长。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实现自我价值。岛村在雪国的旅途中，逐渐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川端康成雪国，这段话揭示了岛村的成长历程，也让我们感受到自我认知和成长的重要性。通过阅读雪国，我们可以学会自我反思，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实现自我价值。通过对雪国的深入解读，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更在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这部作品以其深邃的情感和独特的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和自我发现的机会。雪国是一部关于爱、孤独、美与自我认知的经典之作，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要忘记精神上的富足。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欣赏美，感悟无常，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记住，人生的旅途充满了挑战和机遇，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成长，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愿雪国成为你心灵的指南针，指引你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在阅读雪国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也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